你们可能会想，一个地方能有多大的魔力，让人魂牵梦绕，甚至比自己的家还亲。我们是伊森和奥利维亚·米勒，来自阳光普照的澳洲。说起来可能有点怪，但对我们来说，台湾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点，它就是家的代名词。这份深情源自我们人生中最黑暗的24小时，也源自在那黑暗中照亮了我们冰冷心房的1700万分善意。是的，你没听错，这是个关于失去却最终变成关于得到的故事。我们在那里弄丢了最珍贵的宝贝，我们的女儿莉莉却也因此找到了人性中最闪耀的宝藏。如果你对这世界还有一丝怀疑，如果你想知道当一个陌生人深陷绝境时，一个社会能爆发出多大的能量，那么请你一定要听完。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我们的台湾之旅始于一个灿烂的初夏。我伊森是个摄影师，妻子奥利维亚是位温柔的小学老师，而我们6岁的女儿莉莉则是我们宇宙的中心。她有着跟我一样的金色卷发，跟她妈妈一样澄澈的蓝眼睛，最喜欢背着那只无尾熊小背包，里面永远塞满了画笔和一本画不满的画册。我们去台湾前，脑海里多半是旅游频道里那些高楼大厦、夜市小吃，还有壮阔的太鲁阁峡谷。怀揣着期待，我们踏上了这片土地，而台湾也确实没让我们失望。在台北，我们仰望台北101，那只巨大的蓝色竹笋在晴空下闪闪发亮。莉莉兴奋地指着说，那一定是巨人用来写字的笔。我们搭着世界上最快的电梯，在观景台看着整个城市像积木一样铺展开来。奥利维亚紧紧牵着莉莉的手，脸上是满足的微笑。那时的我们只觉得幸福得像做梦一样。我们钻进士林夜市，那简直是另一个世界。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奇妙香气，我们像孩子一样拿着超大的豪大鸡排，吃得满嘴是油。奥利维亚挑战了猪血糕，莉莉则对糖葫芦情有独钟。摊贩老板们总是笑眯眯的，即便我们语言不通，比手画脚间也能感受到那份发自内心的热情。我记录下这一切，相机的记忆卡里塞满了莉莉满足的鬼脸和奥利维亚被美食逗乐的开朗笑容。我们去了故宫，被那些跨越1000年的珍宝震撼。莉莉趴在玻璃柜前，对着那颗著名的翠玉白菜看了好久好久。在那个瞬间，我觉得世界是如此的美好而完整。我们的旅程就像一首轻快的歌，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幸福。然后我们来到了九份，那座传说中的山城，它比照片上更美。依山而建的层叠房屋，狭窄的石阶巷弄，以及那高高挂起的一排排大红灯笼，在傍晚时分亮起，将整个山城染上了一层魔幻的色彩。游客如织，空气中混杂着茶香、食物香和人们的欢笑声。我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立刻被这里的光影吸引。我对奥利维亚说，亲爱的，你带莉莉先逛逛，这里的光线太棒了。我想到那个转角去拍几张照片，那是一个能将整条挂满灯笼的阶梯都收进镜头的绝佳位置。奥利维亚点点头，笑着说，好，你去吧，摄影大师，我们去前面那家芋圆店等你。他牵起莉莉的手，莉莉身上的亮黄色防水外套在暖色调的灯笼光下像一只小小的萤火虫，格外醒目。我沉浸在我的创作世界里，调整着光圈、快门，试图捕捉那份独属于九份的迷离又温暖的氛围。大概过了10分钟，我心满意足地拍到了几张自认完美的照片，转身准备去找我的妻女。我来到那家芋圆店，
却只看到奥利维亚一个人，他脸上带着一丝焦急，正在四处张望。伊森，你看到莉莉了吗？我心头一紧，说，没有啊，她不是跟你在一起吗？奥利维亚的声音开始颤抖。刚刚我排队买芋圆，就那么一转眼的功夫，我以为她就站在我旁边看那些小视频，可是我一回头，她就不见了。一股冰冷的寒意瞬间从我的脚底窜上脑门，我们开始大声呼喊莉莉的名字。9份的巷弄，此刻在我们眼中不再美丽，而是变成了一座充满未知恐惧的迷宫。时间1分1秒过去，天色越来越暗，奥利维亚的眼泪已经忍不住流了下来。她紧紧抓着我的手臂，声音沙哑地说，怎么办？伊森，怎么办？莉莉，她会害怕的。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揪住，几乎无法呼吸。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报警！我们必须报警！我们冲到街边，拦住一位正在指挥交通的警察，语无伦次地解释着。那位警察看着我们慌乱的模样，立刻明白了情况。他示意我们跟他走。我们被带到了瑞芳警察分局。一踏进警局，那股冰冷的恐慌感稍稍被冲淡了一些。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看起来约莫50岁的陈警官。陈警官的表情很严肃，但他看着我们的眼神却充满了理解与同情。他找来一位会说英文的年轻员警，开始详细地询问我们每一个细节。我颤抖着打开相机，翻出今天下午才拍的照片。当莉莉那张穿着黄色外套、背着无尾熊背包的灿烂笑脸出现在屏幕上时，奥利维亚再也忍不住，发出了压抑的哭声。我的眼眶也红了。陈警官看着照片，点了点头，沉稳地说，黄色外套、无尾熊背包、金发，很好，特征很明显。他立刻拿起电话，开始一道一道指令地发布下去，通知在线所有巡逻警网，一名6岁澳洲女童在9份老街走失。调阅老街所有出入口的监视器画面，特别留意往金瓜石和基隆方向的公车站牌，请观光警察同仁协助，在9份地区用广播系统寻人。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力量，像一颗定心丸，暂时稳住了我们濒临崩溃的情绪。整个警局仿佛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因为我们女儿的走失而高速运转了起来。就在我们焦急等待的同时，另一件事情正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发酵着。一位名叫林记者的年轻女孩是 TTV News 新闻台的记者，她当时正好在警局。当她看到我们这对焦急的澳洲夫妇，听到了远警之间的对话，她新闻人的敏锐直觉告诉她，这件事必须被更多人知道。她征得了陈警官的同意，拍下了莉莉的照片，用最快的速度写了一篇简短但重点清晰的协寻报道。这则新闻首先通过 TTV News 的 App 推播，发送到了全台湾数百万用户的手机上。接着，它被分享到了 Facebook、Instagram、Line 等所有台湾人最常使用的社群平台。一场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全岛总动员就这样开始了。起初，我们对这一切毫无所知，我们只是待在警局里，盯着墙上的时钟，感觉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陈警官不时会过来告诉我们最新的进度。我们已经看了1个小时的监视器画面了，还没有发现他离开老街的身影，这代表他很可能还在山上。我们已加派民防和义警弟兄正在进行地毯式搜索。奥利维亚紧紧握着一杯热茶，但那温度却丝毫无法温暖他冰冷的手。我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手机，祈祷着奇迹出现。突然，我的手机开始疯狂地跳出通知，是我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我点开一看，完全愣住了。
我几小时前发布的那张丽丽在台北101前的照片底下，涌入了成千上万的留言，全部都是用中文写的。我用翻译软件一则一则的看，内容都是鼓励和帮忙。不只是我的社群账号，整个台湾的网络世界都被丽丽的消息给洗版了。寻找丽丽成了那一页最热门的话题。丽丽那张照片在短短几小时内被分享了数十万次。这股力量从在线蔓延到了线下。在台北，一位骑着狗狗肉的大学生看到新闻，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刻意放慢了车速，在每一条大街小巷里，眼神不断搜索着那个小小的黄色身影。在台中，一位正在准备期末考的女孩把协讯消息翻译成更简洁的英文，发布到外国人社团里，提醒在台湾的外籍人士也帮忙留意。在高雄，一位经营着小餐馆的老板把丽丽的照片印了出来，贴在店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全台湾的外送平台都对旗下的外送员发送了推播，提醒他们在穿梭城市时帮忙寻找这个迷路的澳洲小天使。我们这两个在异乡无助的父母，在我们不知情的状况下，已经拥有了全台湾1700万人的眼睛和耳朵，他们都在帮我们寻找我们的女儿。时间来到深夜，一个关键的线索终于出现了。一位来自新竹的年轻情侣打电话到瑞芳分局，他们说他们傍晚也在九份，好像在公车站牌看到一个很像丽丽的小女孩独自上了一台开往台北市区方向的公车。陈警官立刻调阅了公车总站的行车记录器，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过滤比对，终于在其中一辆公车的画面里，他们看到了一个模糊但可以辨识的身影。一个穿着黄色外套的小女孩在一个站牌上了车，她看起来很疲倦，缩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怀里紧紧抱着一个无尾熊背包。公车的终点站，台北市动物园木栅站。陈警官指着地图对我们说，他可能不在九份，他到了台北市，但请你们放心，我们台北市的同仁会立刻接手。希望的火光在我们心中重新燃起。虽然丽丽离我们更远了，但至少我们知道了她的方向。而丽丽，我们那勇敢又迷途的小女孩，她到底经历了什么？事后我们拼凑才知道，原来她在追逐那只小猫时，拐进了一条她从未见过的巷子。当她回过神，猫咪不见了，爸爸妈妈也不见了。她开始害怕，开始哭泣。她顺着路一直走，不知不觉就走出了热闹的老街，来到了一个公车站牌。她看到一辆公车来了，车身上画着可爱的动物图案。在她小小的世界里，动物园是个充满快乐的地方。她以为上了这辆车就能找到快乐，就能找到爸爸妈妈。他就这样带着疲惫和恐惧，在公车的摇晃中沉沉地睡去了。当他在终点站被司机叫醒时，天已经全黑了。他下了车，发现这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空旷的街道，远处是黑漆漆的山。他更害怕了，只能本能地朝着有灯光看起来像是山的方向走去。他不知道那里是猫空，他只是觉得山上或许离星星比较近，爸爸妈妈比较容易看到他。就在整个台北市的警力因为丽丽的出现而开始在木栅地区部署天罗地网的时候，在远离尘嚣的猫空山区，一位名叫张阿伯的老茶农正准备结束他一天的工作。张阿伯70多岁了，一辈子都在这片山上种植铁观音，每天清晨上山，傍晚回家，生活规律而平静。今天傍晚，他的手机也收到了那则新闻推播。他看着照片里那个金发蓝眼的澳洲小女孩，心里还想着，哎呀，真可怜，这么小的孩子在9份那种地方走丢，父母一定急死了。他还顺手按了个分享，然后就继续忙他的农活，没再多想。月亮升了起来，山里的夜晚格外安静，
张阿伯收拾好工具，准备循着小路下山回家。就在他经过一片比较茂密的茶树丛时，他隐约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那是一种非常非常微弱的压抑的啜泣声。张阿伯停下了脚步，侧耳倾听。他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朝着声音的来源照了过去。然后张阿伯看到了让他永生难忘的一幕，在他的茶树底下，一个小小的身影蜷缩在那里。他穿着一件亮黄色的外套，在手电筒的光下格外刺眼。他的金色卷发上沾满了露水和几片叶子，小小的脸蛋上挂着2行清晰的泪痕。他睡着了，但身体还在一抽一抽的，似乎在梦里也还在哭泣。他的怀里紧紧地抱着一个无尾熊造型的背包。张阿伯的心在那一瞬间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立刻认了出来。这不就是新闻上那个澳洲来的小女孩吗？她怎么会在这里？从9份跑到我猫空的茶园里来了。他看着这个像精灵一样蜷缩在茶树下的孩子，满脸的疲惫与无助，一股巨大的怜惜涌上了心头。他本能的想要上前去叫醒他，但又怕吓到他。张阿伯做了一个非常温柔的决定，他悄悄地、非常轻地将自己身上那件厚实的工作外套脱了下来，轻轻地盖在了丽丽的身上，为她挡住山里的寒气。然后他退后了几步，拿出他那只老旧的手机，拨通了110。电话接通了，张阿伯压低了声音，对着话筒说：“喂，警察先生吗？我好像找到那个澳洲来的男仔了。”当这通电话打进台北市警察局的勤务中心时，整个中心都沸腾了。距离最近的派出所员警用最快的速度开着警车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上驰骋，而我们伊森和奥利维亚也在另一辆警车上。当陈警官告诉我们可能找到他了的时候，奥利维亚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那是希望和恐惧交织的反应。我紧紧地抱住他，感觉自己的心跳快得要从胸口跳出来。警车在一个小小的山路口停下，我们看到远处有手电筒的光，一位老先生正朝我们挥着手，他就是张阿伯。我们跟着远景几乎是跑着冲了过去。然后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小丽丽，她还在睡着，身上盖着一件不属于她的充满泥土气息的旧外套。她的脸蛋在远景的手电筒光下显得苍白，却又无比平静。丽丽，奥利维亚发出了一声梦一般的呼唤，或许是听到了妈妈的声音，丽丽的眼皮动了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她先是迷茫地看着周围的黑暗和陌生的人，然后她的目光定格在了我们身上。那一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了。妈咪 ，Daddy， 她小声地带着哭腔地喊道。奥利维亚再也控制不住，冲上前跪倒在地上，将丽丽紧紧地拥入怀中。她放声大哭，那哭声里有着过去24小时所有的恐惧、自责、绝望，但更多的是失而复得的狂喜。我也冲了过去，抱住我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人，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丽丽在妈妈的怀里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感受到了熟悉的温度，她也哭了起来。在场的所有员警，包括一向严肃的陈警官，都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我们一家人团聚。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而张阿伯这位找到丽丽的英雄，只是默默地站在一旁，用他那粗糙的手擦了擦眼角。我们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之后，我才想起了这位善良的老先生。我站起身，走到张阿伯面前，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任何语言在这一刻都显得苍白无力，我只能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一遍又一遍地用我唯一会的那个中文词说：“谢谢，谢谢你。”奥利维亚也抱着丽丽走过来，对着张阿伯深深地鞠躬。张阿伯连忙摆手：“
用着浓浓的台湾口音，通过年轻远景的翻译笑着说：“免客气啦，免客气，看到囡仔平安就好。我们台湾人看到别人有困难，帮忙是应该的。大家都是一家人了。”一家人这个词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里。在离开台湾的前一天，我们召开了一场小型的记者会面。奥利维亚抱着莉莉对着镜头说：“我们想借这个机会感谢台湾的所有人，感谢陈警官和所有警察先生不眠不休的努力，感谢林记者和所有媒体朋友的帮忙，更要感谢那位像天使一样的张阿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感谢每一位我们不认识的台湾人。谢谢你们分享消息，谢谢你们帮我们留意，谢谢你们的祈祷和关心，你们的善良，是我们这辈子收过最珍贵的礼物。”我接着说，这次的经验让我们学到了一件事：一个地方最美的风景不是高楼，不是山水，而是人，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所拥有的那颗温暖的心。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份恩情。回到澳洲后的1个星期，我们收到了 BBC 国际频道的专访邀请。在直播镜头前，主持人问我们：“米勒先生，米勒太太，经历了这么可怕的事情，你们未来还会再去台湾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我们一定会再回去。我们回去不是去观光，而是去探望家人。”奥利维亚微笑着补充道。很多人问我们要如何形容台湾，我想说，台湾是一个即使你在那里失去了方向，也永远不会感到孤单的地方，因为会有无数双温暖的手从四面八方伸过来，指引你回家的路。我们爱台湾，因为台湾让我们重新相信了这个世界的美好。在节目的最后，我向镜头展示了一张照片，那是在猫空派出所里，莉莉金婚府定后靠在奥利维亚怀里，而张阿伯就站在旁边，腼腆地笑着。那张照片画质不高，构图也不完美，但对我们来说，那是我们整个台湾之行最美也最真实的风景。故事的结尾，我想让大家看看这个。这是莉莉回家后画的一幅画，画里面有高高的红色灯笼，有一件飘在空中的黄色外套，还有一片绿色的长满茶树的山坡。在山坡上站着一个小女孩，她的身边是一位笑得很慈祥的爷爷。这就是我们的故事，一个在台湾发生的真实的童话。